山下人马浩荡，旌旗蔽日，40帝王銮驾已至山门之外。知道了。玄尘大师，朕久慕你博学冠世，功法通天，今日携厚礼相请，入朝辅政，拜你为护国国师，共掌大言。大师万勿推辞。陛下厚爱，贫僧愧不敢当。贫僧自有孤儿，无牵无挂，玄尘此生唯愿守着一方净土，青灯古佛，了却残生，还望陛下成全。朕本惜才，欲引你为肱骨，可你这般不识抬举。普天之下，能人异士不能为朕所用，留之必为后患。今日便除了你，以绝后患。沈博远，这娘儿俩是你亲妹妹没错，可她现在是被顾延之休了的弃妇。顾延之那小子攀上丞相千金，成了权贵，他都嫌他们娘俩晦气，凭什么跑到我们家来吃白食？秀娥，落雁是我亲妹妹，亲骨肉啊。沈家败了，顾延之又狠心的休了她，母子俩无依无靠，不收留他们，难道看他们流落街头吗？就收留几日就好。几日也不行，我们家是什么条件？土里刨食，你明天还要去考科举，1分钱都掰2半花，哪来的闲钱供他们母子？嫂子，念他还小，才7岁，身子弱，实在不能跟着我流落街头。我们娘俩绝不多添麻烦。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搬走，绝不耽误博远科举。这个妇人是我娘。找房子？哼，你身无分文，能找什么房子？够了，秀娥，你别再说了，赶紧去把油单拿来，我还得看书，明天就要科举了。算我倒霉，摊上你们这对穷亲戚。这是言之，求你别休我，念才7岁呀，他需要父亲，你不能这么狠心。沈落雁，我实话告诉你，丞相千金苏媚儿看上我，这是我飞黄腾达的机会。你爹沈敬之通敌西域，出卖大言，早已被斩立决，沈家彻底垮了。帮不了我，还会连累我，我休定你了。他是你的儿子，与我无关，你们俩多远滚多远！原主这狼心狗肺的渣爹，可怜原主的娘亲错信了这个凤凰男，不顾他贫寒下嫁，倾尽沈家之力助他，最后却落得被弃的下场，投奔亲哥还要看嫂子脸色，何其可悲！从今日起，我便是沈念安，定要用这副小小的身躯护好我的娘亲。原来我是穿越到了500年后的大燕国，文化毫无隔阂，科举于我不过等闲。沈念安，你个小崽子敢碰书，耽误你舅舅科举，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住手！哎呦！上天让我重活，还给了我求之不得的亲情，这份母子情，我定要好好珍惜。凭我前世盖世功法与学识，定能护娘亲一世安稳。狠狠
狠打脸顾延之那个忘恩负义的渣爹，让娘亲在所有人面前扬眉吐气。参加科举，入仕为官，便是我的第一步。娘，舅舅，明天我也要参加科举。什么？沈念安，你怕不是失心疯了？就你7岁小毛孩，比我握得稳吗？识得几个字？凑什么热闹？做梦！我识得多少字，考场见分晓。我定能一举高中状元。哎呀，念安，快别说傻话了，你就只跟着娘读过几遍《诗经》，连四书都没通，一举高中就是天方夜谭。念安，舅舅知道你有志气，但科举从不是儿戏啊。舅舅5岁启蒙，7岁过童试，15岁过县试，熬到30岁才堪堪有资格考乡试，在同龄人里已是翘楚。可就算这样，我对这次科举都没十足把握能中举。你才7岁，连启蒙根基都没打牢，连童试的门槛都摸不到，考中更是绝无可能。听话，别闹了。小兔崽子，一边玩去！再敢耽误你舅舅科举，我饶不了你！现在多说无益，明日我便让你们知道，我从不开玩笑。方才甩开王秀娥，不过用了3分力，却觉指尖发麻。这具身体太过柔弱，若无功法傍身，护不住娘亲。周遭生灵听令，速来院中镇守，不许任何人靠近打扰，违令折成。是，尊上。功法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几时了？尊上，已卯时3刻。该去参加科举了。邪门了！这马今天怎么不听使唤了？往日不这样啊！因为我还没上马。你还来添乱！沈念安，你别做梦了，科举不是儿戏，赶紧回家去，别耽误我们正事。行了，别争了。念安要去就带着他，全当让孩子见见世面。再不走，真迟到了。走吧。我养的马怎么可能听你的？哎呦！陛下，您单独微服太危险了。丞相党羽遍布京城，要是被察觉，可如何是好啊？小凳子，朕若带大队人马，必会惊动丞相。如今朝堂被他一手把控，满朝文武非他亲信及趋炎附势之辈，唯一清廉敢言的沈敬之，还被他污蔑通敌害死。朕身边连个可用之人都没有。此次科举是朕唯一能物色寒门心腹的机会，朕必须亲自来，挑出可用之才，培养势力，他日方能拨乱反正，还大爷一个朗朗乾坤。哎呦！干得漂亮！念安，舅舅要进去报名考试了，考场规矩严，你就在门口乖乖等舅舅，别乱跑，知道吗？下一个，别磨磨蹭蹭的，快点！考生沈念安前来报名应试。沈念安，人呢？赶紧上前！考官大人，我在这里。你是来报名科举的？是的。放肆！黄埔小儿也敢来科举现场胡闹！科举乃国之大典，岂容你这毛孩戏耍？来人，把他拖下去，乱棍打死！考官大人，求你高抬贵手，念安他才7岁，不懂事，求你饶了他。大人饶命，小儿无知，是随口胡闹的，绝非有意扰乱科举，求大人开恩，饶他一条小命。不远，你疯了！快起来！你跟考官求情有什么用？别耽误自己科举。这小崽子自己找死，咱们别跟着遭殃。他是我外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大人，求您开恩啊！我愿认罚。娘，舅舅，你们不用求他。动不了，17岁小孩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气场？考官大人，我问你，我究竟犯了大严律令的哪一条、哪一规？你要将我杖杀？
你小小年纪，无故闯入科举报名处，口出狂言又应试，耽误中考生报名进度，此乃扰乱科举秩序，按律当斩。我是诚心报名应试，何来扰乱之说？强词夺理，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大言科举有规，应试者须先过同试、县试层层考核，取得秀才功名，方可参加乡试。你才7岁，连应试的入门资格都没有，也敢来报名，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大人说的是常理，可你忘了，大言律令还有一条特例，无论年龄、性别、出身，若能通过圣学3测，可跳过所有层级考核，直接参加科举。这条律令，大人不会不知道吧？圣学3测，你居然敢提圣学3测？这3测乃是开国时定下的考核，100年来无人能通过，连当时大儒都不敢轻易尝试。你一个毛孩也敢妄言？不测一测，怎知我不行？莫非大人不敢？还是说大人是个草包，连圣学3测的考题都不会念？敢辱我，有请圣学3测第1测天地12经。10经。楚辞、论语、孟子、礼记、尚书、周易、春秋、24史、水经注、天空开物、齐民要术。为免别人说我欺负你，就让你自己从中挑一本，本官来考你。沈建安，你故意消遣本官不成？这12经书，我3岁便已滚瓜烂熟，大人不必让我挑，随便考便是。你此子太过狂妄，7岁稚童竟敢夸下如此海口，怕是要自食恶果呀！啊，这孩子怎么敢说这种大话？这可如何收场啊？万一打不上来，小命真的不保了。都怪我没看好他，念安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活不成了。真不知天高地厚，7岁毛孩还想考经书，等会儿答不上来，被打死也是活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浴血霏霏，行道迟迟，再可再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将学术分为几派，各派核心主张是什么？一共分为10家：儒、道、阴阳、法、明、墨、纵横、杂、农、小说。儒家重仁礼，道家贵清静，法家尚法治。水经注中记载的江水源头在哪儿？天工开物中冶铁的核心工序有哪些？齐民要术中种麦的最佳时节是何时？水经注原文以江水右东为脉络，描述流向与地貌，并未明确记载源头的具体地理位置。天工开物中冶铁的核心工序主要包括生铁冶炼和脱炭制钢。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8月是种麦的最佳时节。看来第1测我通过了，请大人继续第2测。好得很！看你是不见黄河不落泪，我就不信你一个毛头小孩还能通过第2测，传双生礼冠。10年寒窗磨一剑，只为今朝登科第。9载苦读破1000卷，愿凭文心战鳌头。1月2拳3谭月，4书5经6义全，7玄8律9章赋，10载100卷千秋名。风风雨雨，朝朝暮暮，学海茫茫寻正道。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文心耿耿赴青云。广厦广庭广文苑，广纳天下寒士。哈哈哈哈哈！答不上来了吧？这对联乃是千古绝对，全是广字头，你根本对不上，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全是广字头，倒有点意思。听好了，广川、广泽、广胸襟，广融世间文脉。好。时候不早了，大人赶紧进行第3测吧。有请文渊圣人。恭贺小友闯至第3
三策，没想到竟是个奶娃娃，后生可畏呀！请问小友姓沈名谁？晚辈姓沈，为人立世，首重根本，求学问道，不忘其祖，根脉在，方能行稳致远。这第三策便是你需用10种书法书写一个沈字，其中包括飞白体、玄真传，若能写全，便算通过。飞白体和玄真传已经失传100年有余，当时连书法大家都写不出，你一个7岁毛孩绝对写不出来。行云流水，狂而不乱，这是草书。这是行书。端正规整，比例沉厚，这是楷书；笔画露白，似枯笔，这是飞白体；手笔尖锐如针，这是玄真传。不可能，这不可能！请问考官大人，这第三册我通过了吗？通过了。啊！吾皇万岁！万岁！朕观你3册全成，天资卓绝，古今罕见。朕有最后1册，你若通过，朕便直接宣布你为今年的新科状元。你可愿意？请陛下出题。你年方7岁，为何执意要入朝为官？当朝新帝受制于丞相，朝中无心腹，急需能臣助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一个为天地立心，真乃天纵奇才！朕得你如得至宝。朕特赐7岁孩童沈念安为大研本届新科状元，授正一品光禄大夫，即可随驾进京入职，辅弼朝堂。顾言之，很快我们就能见面了。你欠我娘亲的，欠沈家的，我必让你100倍奉还。今年的新科状元是圣上亲宠，无论如何都要拉拢到我的麾下。新科状元到！娘，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也敢穿着状元服站在金銮殿上，还敢冒充新科状元，简直是找死！来人，给我拿下！我乃皇上亲封的大研国新科状元，何来冒充之说？我知道，我抛弃你和你那没用的娘，你心里恨我入骨，竟想出这等歪招博出位。小小年纪心术不正，冒充朝廷命官，按律当斩。一个奶娃娃也敢称状元，把满朝文武当猴耍不成？怕是从哪儿偷来的状元服，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站在这里。我少说，侍卫们动手！假冒伪劣的小崽子抓起来，严加审问！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这就是皇上亲封状元的圣旨。不过是一纸伪造的圣旨罢了。一个7岁稚童，怎可能是皇上亲封的状元？本相命令你们就地杀了这个冒领圣旨的小娃，以正朝纲。就算这圣旨是真的，这沈念安若不能为我所用，留着也是祸患。今日正好借假冒之名除了他，以绝后患。这苏立文的势力远比我预想的还要大，竟连圣旨都敢无视。苏丞相，忤逆圣旨乃是诛九族的大罪，你也敢犯？一个小孽障假冒圣旨，冒充状元，本相替皇上清理门户，何来忤逆之说？立刻动手，杀了他！谁敢动手？沈念安乃朕亲封的大研国本届新科状元，正一品光禄大夫，尔等竟敢对朕的状元动手，莫非是想违抗圣旨？吾皇万岁万岁万岁！臣等不敢。陛下息怒，臣等实在是万万没想到，新科状元
竟是个7岁奶娃，一时认错也是情理之中，还望陛下恕罪。陛下，臣有一事不明，臣现在为正2品御史中丞，可沈念安不过7岁，竟被封正1品光禄大夫，官阶远高于臣，甚至与丞相同阶。此事传出去，岂不要让其他国家笑我大燕无人可用？竟让一奶娃娃位列朝堂1品。顾延之，你可知沈念安为何能被朕封1品状元？他通过了圣学3测，学识远高于在场的你与苏丞相等人。你不过就是草包一个，也敢在朕面前智慧？朕问你，你是否能熟背天地12经？是否能对出千古绝对？是否会写失传的飞白体与玄真传？陛下，为官之道，岂只是学识高便可，还需懂权衡之民生，掌实操明进退，通谋略，绝非死读书就能胜任。臣恳请陛下让沈念安通过为官之道的考核，若他能通过，臣心服口服，绝无二话；若不能，便请他自行离开朝堂，莫要再贻笑大方。考核内容是什么？那便请沈状元解决朝堂最棘手的江南怀寺天灾案，若是解决不了，就自己滚出朝堂，回家吃奶去。顾延之果然是受苏利文指示，竟拿此事来为难念安。丞相派系多次以国库空虚、救灾需要巨款为由，上奏要求加重全国百姓赋税3成，而国库早已被苏利文等人掏空。他们就是想逼迫朕加税，让百姓怨怨不全。若朕不同意，便无钱赈灾，只能向苏利文的势力借钱，而他们便会以此为筹码，逼迫朕提拔一众党羽，进一步扩大丞相势力。这难题朕苦思多日，毫无头绪。制衡之术，一个7岁的孩子又怎会懂？怕是今日要落入他们的圈套了。7岁的状元郎，就算读书厉害又如何？天灾啊，可是千古难题，一个奶娃娃根本不可能解决。内阁大臣们商量了整整1个月，都想不出半分救灾之策。一个乳臭未干的奶娃，又能有什么办法？你要是懂如何治理天灾人祸，岂不是倒反天罡，无稽之谈？一个7岁孩子也敢妄议救灾大事，连爹娘都教不好的野孩子，还想管天下百姓的死活，简直是笑话！够了！念安今日刚上任，这是他为官第1天，答不上来实属正常。你们这般为难一个新科状元，未免太过分。陛下，这可不是为难，一个7岁奶娃占着1品状元之位，多待1天，朝廷就会被天下人多嘲笑1天。想要留在今日的朝堂，他就必须通过这考核。臣等附议，请陛下让沈状元作答。江南怀寺天灾案并非无解，我有3重破局之策：以官阶理赃银，以司库补赈灾，以灾区产能换还款。第1步，戳破贪腐，锁定赃银。怀寺灾情半是天灾，半是人祸。当地河道官员偷工减料，贪没河堤修缮的钱粮，才让河堤一冲即溃。臣请陛下下旨，彻查怀寺河道官员贪腐，凡涉贪者，3日内交出全部赃银，用于赈灾，可免死罪，仅降阶留用。若抗命不交，一经查实，即刻革职抄家，满门问斩。妙啊！此计一出，既能快速筹得赈灾钱粮，又能敲打地方势力，实在是高明。这是要断我们的财路，折我们的羽翼。第2步，借私补公，逼其就范。地方赃银仅够应急，赈灾非1日之功。臣请陛下下旨，令苏丞相此等加资丰裕者，暂借司库钱粮赈灾，待灾区恢复生产后，以漕运赋税逐年归还，且加付1成利息。好，这一招釜底抽薪，以苏利文为首的大臣若不借，便坐实见死不救的罪名，失去复兴；若借，便要吐出私藏的国库银钱，实力大损，还无法借机要挟朕提拔党羽。好
个狡猾的小崽子！这是逼着我们拿出私库，断我们的根本。第3步，产能还贷，安民复耕，灾区百姓无需加缴分毫赋税。陛下可调拨种子、耕牛，组织百姓先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利用淮泗水运优势，组织灾民修堤、造船，发展漕运贸易，既不加重百姓负担，又能让灾区快速恢复生机，从根本上解决灾后问题。好，此计佳拟良心，又能让灾区自给自足，还能借机收回淮泗漕运与河道治理权，一举多得。这孩子真是朕的天助之人呐！这孩子怎么有如此缜密的心思？这3策一出，我们的计划全被打乱，势力必遭重创。沈状元的救灾之策，逻辑缜密，步步为营，实乃上上之策。念安年纪虽幼，却有惊天伟地之才，朕得你实乃大言之幸。此考核，沈念安通过。陛下过誉，臣不过是据实分析。昔日臣祖父沈敬之执掌淮泗治理之时，此地也曾遇过洪涝天灾，却始终能将损失把控在可承受范围，灾后更能快速组织百姓恢复生产，从未有过如今这般敌溃人亡的惨状。放肆！沈念安，罪臣之子，在朝堂上提起沈敬之这个通敌叛国的逆贼，陛下开恩，不顾你罪级身份封你为状元，唯独你之感恩，当妄议罪臣，这是目无王法，忤逆皇权。陛下，沈敬之乃罪臣，铁案如山，沈念安此举实属公然为罪臣说话，动摇朝纲。请陛下严加惩治，以儆效尤。我并非妄议，而是据实而言。臣的祖父沈敬之从未通敌叛国，当年之事全是你2人栽赃陷害，冤枉忠良。朕何尝不知沈敬之是被冤枉的？可苏立文权倾朝野，一手操控此案，朕虽有计翻案，却苦于无办法证据，只能隐忍至今，何其遗憾！这小崽子果然智能，竟敢当众说翻案，没有证据，任你说破嘴皮，也动不了我们分毫。沈敬之的印章模页，我早已沉于东海深海。通敌的匕首信我，埋在西漠万丈黄沙之下。证人王顺被我关在南疆瘴气密林，割舌断肢，做成了人质，无法张口。就算你有通天本领，也绝无可能找到这些证据。当年沈敬之通敌一案，正是你顾延之与苏丞相联手主审。今日我便与你2人立个赌约，若我能拿出铁证证明祖父清白，你2人便亲自到我祖父沈敬之的坟前磕头下跪谢罪。若我拿不出证据，便是我妄议铁案，忤逆朝纲，任凭你2人处置，绝无半句怨言。好，我便依你这赌约，若是你拿不出证据，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东海巨龟速将沈敬之印章谋印夺至金銮殿，西漠响尾蛇寻万丈黄沙下的匕首信物即刻带到朝堂。南疆陵园驱散瘴气密林之瘴，将证人王顺带至此处。得令。进来。这怎么可能？绝不可能！他怎么会找到这些东西？诸位大人，请看这3样证据。
臣今日便为祖父审禁之方案，让天下人皆知忠良蒙冤的真相。当年的真相，今日必当大白。当年顾延之为娶苏媚儿，攀附苏丞相，答应与苏丞相里应外合，构陷祖父。他先偷刻祖父印章，随后买西域匕首伪造信物。苏丞相拿着伪造证据带兵到神府拿人，祖父没做过这些事情，自然不会认罪。而顾延之和苏丞相竟逼着祖父心腹王顺做伪证，指认祖父勾结西域出卖大言。祖父百口莫辩，含冤而死。苏丞相，顾延之，你们好大的胆子！这些罪证摆在眼前，还有何话可说？陛下，这些证据都是假的，是沈念安这小崽子伪造的。王顺乃此案关键证人，除非他开口说话，当场翻供，否则这些都算不得铁证。言之所言极是，王顺的证词才是关键。当年微臣也是因为他最终口供，才拿下沈敬之的。你们残忍至极，将证人割舌断肢，做成了人质。如今反倒要求他开口说话，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陛下息怒，臣并非有意为难，只是此事关乎国体，必须求证真相。臣愿请大燕国最厉害的国师前来为王顺医治，只要能治好他，真相自然水落石出。王顺身上被下了苗疆最歹毒的巫蛊之术，筋骨俱断，五脏俱损，大罗金仙来也治不好。臣附议，请国师前来医治，以证清白。沈念安，你这赌约输定了，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准。宣国师入宫。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恳请国师救治此人。天地无极，乾坤借法。陛下，此人身中苗疆制烟制毒的巫蛊之术，臣无力回天。只要当年名震天下的玄尘高僧现世，或许还能解此巫蛊，将其医治，否则他必死无疑。沈念安，国师都言无药可救，你这赌约输了。藐视皇权，自视清高，视满朝文武如无物，今日便就地杀了你，以正朝纲。动手，将这忤逆之徒斩于殿中。玄尘高僧，本尊就在你眼前，今日我便让王顺开口说话，你们就等着去我祖父坟前磕头谢罪吧。百兽听令，速来助我行医。同神双拳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一个7岁孩童，怎会解得了苗疆巫蛊？这等术法，唯有100年前仙世的玄尘高僧能做到啊！是邪术，他用的定是邪术，有言惑众。邪术与否，
让王顺开口说话，便知分晓。小公子，是我错了。当年顾延之以我全家性命相携，逼我做伪证陷害沈大人。我一时懦弱从了他，可没想到做了伪证，他还是杀了我全家，把我做成人质。我对不起沈家，对不起沈大人，只求一死谢罪呀！陛下恕罪。臣也是被顾延之再三催促，一时失察，为细查案情，便定了沈敬之的罪。臣知罪，求陛下开恩。陛下，臣是为了娶苏媚儿，想见沈家没落，休了沈落雁，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臣为朝廷撇过良乱，修过义道，求陛下给臣将功补过的机会。陛下，臣辅佐2代帝王，唯有一女苏媚儿，顾延之是他夫君，求陛下看在臣多年辅政的情分上，饶他一命。苏立文根基深厚，不可一错而就。顾延之构陷忠良，残杀证人，罪无可赦。念及苏丞相辅政多年，暂饶你一命，即可削去所有官职，抄没府邸。其原掌职权、府邸皆交由新科状元沈念安接管。苏立文失察纵容，罚俸1年。沈家沉冤得雪，恢复名誉，追封沈敬之为忠义公。谢陛下。陛下虽饶了你们性命，可赌约犹在。走吧，去我爷爷坟前磕头谢罪。还不快下跪磕头！沈念安，狗小孩给我等着！今日之辱，我得百倍奉还！呸！娘，让这渣爹给爷爷磕头只是第一步，往后我还要让他给你下跪磕头，讨回所有委屈。是个7岁的小孽障，早晚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念安、落雁，快坐快坐，尝尝这茶，刚泡的，你们看看温度合不合适？尊上，王秀娥一大早便泡茶等着，府里上上下下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殷勤得很。念安、落雁，以前是我糊涂，狗眼看人低，把你们无家可归的母子赶走，轻视你们。如今你当了新科状元，还肯把我们接来府中享福，不计前嫌，九娘对不起你们，求你们原谅。哎呀，念安，你舅娘就是性子自私了点，本质不坏，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她这一次吧。大嫂，快起来。都是一家人，说这些见外了。我理解的，长辈怎能给孩子下跪呢？罢了，既往不咎，往后好好过日子便是。念安，跟娘睡吧。以前每次搬家，你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睡，娘陪着你，你能踏实点儿。娘，我长大了，能自己睡了，不用你陪。毕竟我的灵魂可是个成年男子。念安，娘。如果我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能接受这样一个全新的我吗？傻孩子，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都是娘的儿子，是比娘的命还要重要的人。前世我一生孤苦，从未感受过这般真切的母爱。夜深了，娘，我回房睡了，你也早点歇息。尊
上也落泪了，像个孩子一样哭鼻子呢。都闭嘴，闭上眼睛，不许看，否则罚你们3日不许见尸。你这废物，连个苗疆巫蛊都hand不住，让那7岁小孽障解了去，害得我夫君被赶出朝堂，我们损失惨重。那小孽障入朝堂不过1日，就断了我的左膀右臂，你这国师简直是酒囊饭袋。我如今身无官职，却被你所赐，你说这个账该怎么算？丞相息怒，那苗疆巫蛊术5天之下，唯有玄尘高僧能解。可玄尘高僧已仙世100年，那小孽障竟能破解，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妖孽附体。我远师兄阿格里乃阿格霍里教派高人，骨灰抹面做烟熏妆，胸前挂着人牙骷髅项链，术法通天。将他请来，定能杀了这妖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第30任妻子。师兄，恭喜！师兄，这位是大燕国的丞相和他的家人，他们听闻师兄你的镇煞6咒可以驱邪避坏，特意前来请您前往大燕一趟。我这镇煞6咒，乃是亲师从玄尘高僧所学，百试百行，降妖除煞从无失手。有大师这句话，那沈念安必死无疑。此次定要让那小孽障身败名裂。不过，想要坐实那个小孽种邪祟的身份，还得铺垫铺垫。咱们这样。先让国师毒杀3名朝臣，3名神府仆人，3名摊贩，再附上黑气，伪造成邪祟索命，再用邪术让京城花草全枯萎，染黑气，造妖孽现世之嫌。最后胭脂遮面给孩童分糖，教他们唱沈念安是邪祟的推扰，把流言传满京城，硬要坐实他妖孽的名头，让他万劫不复。陛下，近日京城接连出现4样异象：大臣、仆人、摊贩离奇惨死，满城花草枯萎，民间更是有邪祟歌谣流传。此等异状，定是有妖孽作祟。请陛下选4天监监正上殿，卜算吉凶，以安朝野。苏立文又要搞什么妖孽？选4天监监正入殿。选4天监监正入殿。陛下，臣夜观星象，紫微星旁妖星泛主，结合城中异象，可知此妖祟正在吸收我大药国运，而这妖祟正是沈念安。胡说八道！念安乃朕亲封状元，忠君爱国，怎会是妖孽？陛下，空口无凭，臣请陛下选顾延之上殿，他乃沈念安生父，定知内情。陛下，昔日沈念安不过是个胆小怯懦的孩童，可如今博学多才，还能解巫蛊之术，前后判若两人，定是被邪祟附体了呀！陛下，7岁稚童绝无可能解得了苗疆巫蛊，唯有邪祟附体，才有此诡异能力。陛下，为了大药国运，为了天下百姓，臣恳请陛下请西岳阿格里大师入宫，他师从玄尘高僧，习得镇煞6咒，定能为大药驱邪除祟，护佑我朝国泰民安。臣等附议，请陛下准奏。这镇煞6咒当真如此厉害，能驱邪除祟？那是自然，镇煞6咒乃玄尘高僧真传，降妖无数，只要阿格里大师出手，定能将你这邪祟打回原形。此事疑点重重，容后再议。真是放肆！朕不同意，
他们竟敢不来上朝！雅安，朕信你，亦绝非邪祟，乃是天神下凡，必有我大药的福星。谢陛下信任，臣同意驱邪。哼，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我的亲传弟子究竟学了些什么不伦不类的镇煞六咒。吾皇万岁！阿格里即刻开始驱邪。妖孽，受死吧！乾坤离离灵魂，灵以杀镇杀，以血滴血，苦灵封魂，万孽俱灭。妖孽力气过剩，我的镇煞六咒起效了。陛下，您看，妖气漫天，他果然是邪祟。此妖太过厉害，快下令处死他，以保国运。陛下，镇煞六咒威力尽显，这就是邪祟的真面目。恳请陛下即刻处死沈念安。这就是你所谓的镇煞六咒？就这点能耐，这黑气倒是熏得人睁不开眼。放肆！一个小孽障竟敢对镇煞六咒不敬，这可是我师从玄尘高僧的真传，你怕是连玄尘高僧的名号都没听过吧？一个7岁小孽障，知道个屁！玄尘高僧乃是100年前的神仙人物，岂是你能妄议的？连玄尘高僧都没听过，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玄尘高僧的名号从你这小孽障嘴里说出来，都是对他的玷污。既然你不知玄尘高僧的厉害，那我便告诉你，玄尘高僧通天彻地，驱邪救民，术法冠绝天下，100年前便已羽化登仙。我只听过玄尘高僧的清凝六诀，从未听过什么镇煞六咒。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清凝六诀。清身涤力，灵魂安宁，润物归真，福生佑善，守正辟邪，乾坤清朗。原来是他。当年我路过西域，见当地百姓被晦气缠身，便出手为众人去秽。人群中，一个年轻的男子正死死盯着我，手中拿着笔，匆匆记录着我的动作与口诀。竟是阿格里。急功近利，断章取义，将清凝六诀学歪成邪术。往后发心要正，潜心修行，方可回归正途，否则终将永坠魔道。一个小孽障还敢教训阿格里，你才哪个错？弟子知错。陛下恕罪，臣等是被这国师骗了。他说沈念安是妖孽，还说他师兄阿格里能除罪，臣等一时糊涂才信了他。陛下，你二人休要狡辩，是苏利文让我毒杀大臣、仆人、贪犯，伪造自杀，附上黑气，用邪术致使枯萎荒草的。臣愿意用生命担保，所说皆为真言。庶子儿童竟敢如此构陷忠良！念安，你说这3人该如何处置？我要他们给我下跪认错。我乃当朝丞相，不过7岁孩童，岂有丞相给状元下跪之理？你们害一个7岁状元至此，他就算要你们死，也合情合理。下跪，否则即刻处斩。我是他爹。天下哪有爹跪儿子的道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宁死不跪。我给了他生命，他才有机会报效朝廷。如今性情大变，我是爱子心切，换任何一个爹都会这般做，我没错。其一，你抛妻弃子，未尽半分负责，不配称爹；其二，你构陷忠良，害我沈家满门，是仇人；其三，你为攀附权势，杀我族人，狼心狗肺；其四，今日之事，你主谋构陷，罪有应得，跪或是死。苏利文，你构陷状元，祸乱朝纲，即可剥去丞相兵权。陛下，臣辅佐2代帝王，平过藩乱，修过国本，有功于大言，交接兵权非1日之功。求陛下容臣在3日后，您18岁生辰宴上，再亲手交出兵权，以全君臣体面。尔等3人即刻滚出皇宫！
你爹！你逼我下跪，是我定会记下来。大言重孝，你永远是千古罪人。后事自有评判，我不在意，我只记着我说过，还要让你在我娘面前磕头认错。废物！大阁里都收拾不了沈念安，反倒让我丢了兵权。爹，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您真要把兵权交出去？爹，万万不可！这些年我们为了权力树敌无数，没了兵权就是绝路。不用皇上动手，仇家也会把我们碎尸万段。兵权绝不能交，那就只有一条路，逼萧景琰退位，我来当这个皇帝。爹，女儿有一计，能逼萧景琰自动退位。明日上朝，您恳请求皇上，申辰宴当天特许沈落雁进宫即可。好计，就按你说的做。陛下，沈念安乃国之栋梁，其母沈落雁教子有方，臣恳请陛下特许沈落雁入宫赴宴，以彰陛下体恤贤臣之心。准奏。念安，娘只是一介平民，为何皇上会突然邀我入宫赴宴？娘心里总觉得不安。娘，这是苏丽文主动提议的，定有猫腻。但您放心，我已布下防备，定会提高警惕，保证您万无一失。民女沈落雁祝陛下生辰快乐，福寿安康。免礼，有心了。夫人恕罪，民女失手了。偏殿有干净的宫装，民女带您去换一身吧，很快便可回来。娘，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等您。陛下，老臣祝您生辰快乐，龙体安康，愿大言江山永固。陛下，您定是醉了，老臣扶您去偏殿歇息片刻。爹，夫君这计太妙了，我这就去把大臣们叫了，就说皇上重用那7岁小孽障，根本是看上了沈落雁，贪图美色，祸乱朝纲，这般昏君不配执掌天下，逼他主动退位。事成之后，这大言的江山便是我们苏家的了。届时我便是国丈，再也不用看那小孽障的脸色。诸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皇上竟与新科状元沈念安的娘亲在偏殿厮混，这般贪图美色，不顾礼法，根本不配做皇帝。快随我去看看吧！不可能吧？陛下素来英明，怎会做出这等事？眼见为实，咱们去看看便知。诸位大人，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好皇上。苏丽文、顾延之，你们成何体统？竟敢在朕的寿宴上，在朕的偏殿做出这等丑事！陛下恕罪，臣等不知为何在此处。苏丞相、苏小姐、顾大人，这出戏还好看吗？沈念安，你耍了什么花招？为何会变成这样？你们的计谋早在我眼中。要赶紧告诉尊上。哎呀，要赶紧告诉尊上，宫女把沈夫人引去偏殿，还点了迷香，夫人晕过去了。此事重大，务必谨慎，你也多加小心，切勿疏忽。妾身明白。得赶紧告诉尊上，苏美尔和他们在偏殿密谋，要污蔑皇上和沈夫人，逼皇上退位。
尊上，苏丽文扶着皇子往偏殿去了，步子鬼鬼祟祟的。知道了，既然如此，那我便将计就计，等他们自投罗网。这是那宫女的供词，承认是受苏丞相指使。还有，这是你们买通宫女的银票，上面有苏丞相的印鉴，还有那杯残留迷药的酒盏，皆是你们构陷陛下、意图谋逆的铁证。苏丽文，你竟敢害朕，意图谋逆！今日定要将你们3人逼出去斩头，以儆效尤。陛下，臣知罪，臣愿交出兵权，所有兵权都交予陛下。陛下看在臣辅佐2代帝王的情分上，饶臣一命，臣以后再也不敢了。兵权就是朕的，交与不交都难逃一死。沈状元，不，沈少师，臣知错了，臣不该构陷你，不该害你祖父，不该谋逆，臣愿散尽家财，捐给灾区，为自己赎罪。你构陷忠良，祸乱朝纲，意图谋逆，手上沾了无数人的鲜血，岂是散尽家财就能赎罪的？你的命留不得。我知道错了，我只是个女子，不懂朝堂权谋，都是我爹和夫君逼我的。求你看在我也是受害者的份上，饶我一命。你为了权势助纣为虐，亲手推波助澜害我沈家，如今倒说自己是受害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娘，我是你爹呀！求你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饶我一命！以后我一定好好弥补你们母子，给你们当牛做马，再也不敢有半点歪心思。罪有应得，休要求我，去求你该求的人吧。落雁，求你原谅我，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看在你爱是我们孩子的份上，为我求求情吧。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沈家，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待你们，求你了。顾言之，从你抛弃我们母子，构陷我父亲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早已恩断义绝。你做的那些事，天理难容，我不会为你求情，也绝不会原谅你。来人，将苏丽文、苏媚儿、顾言之3人打入天牢，择日问斩。念安，此次若非你，朕今日变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大燕江山也险些落入奸人之手。你护驾有功，又屡破奇案，安定朝纲，朕定当重赏。陛下言重了，护驾保国乃臣的本分。陛下，西域使臣突然到访，前来恭贺陛下寿辰。使臣点名要见7岁的状元郎沈念安。西域使臣竟未提前通传，临时到访，还点名要见念安，看来来者不善呐。念安，你可准备好了？陛下，臣准备好了。